茶係當重要嘅經濟作物，尤其喺北部嘅客家莊地區，有1多年就係意思茶葉行業嘅落實。種植細路巷嘅路路，有當到就係頭擺運茶嘅茶路，也有一條一條嘅茶路，同客家莊韓國世界各地聯絡起來。未改變嘅客家莊嘅天景、地貌，甚至係地方發展。繼續來看林秋蓮、龔長明茶劍之路嘅報道。茶匠喺度開墾啊，做荒山，有人在到你下那北部路口啊，該到人講和讓人調查啦，和車子一起將在啊北部去。就喺那個茶子送到中華先開茶廠嘛，還記得是收購整個北部峨眉這一帶的茶，然後再出口到國外去。廣島新竹嘅茶葉出天出為廣島北部嘅中華市人工公司。日據時代呢，祖父公司不叫永光公司，叫 Three Stars 3星。然後那個公司的商標有3個星星，看到。然後以前出的茶葉品牌叫做 Hoppo Tea。Hoppo Tea 的意思是北埔茶的意思，日本話北埔茶的意思。以前北埔出全台灣最好的紅茶，我們這紅茶出給日本人。那後來日本人離開以後呢，國民政府來了，整個系統全部改掉，所以公司就改名叫永光，所以叫永光紅茶。老師嘅包裝當做是推廣，也當行嘅知識，也讓北部茶產業嘅輝煌歷史流傳下來。那這是代表2個不同的時代，這是1935年的包裝，這是1950年代的包裝。這種包裝看呢比較古典，很漂亮的，可是成本很高，然後很費人工。現在已經沒有人這樣包了，但假如說去歐洲買那個很高級的茶葉，還可以看到這種包裝。當時我們最早是用台灣本地種那個青心烏龍的茶樹去做紅茶賣給日本人，後來又出茶到英國去，英國人喜歡喝那個印度種的阿薩姆大葉紅茶。台灣北部客家莊嘅茶葉是連接嘅貴界世界，天時橋茶葉就係用新竹北部茶廠姜亞線老人工公司嘅故事做演繹來改變呢。1956年代，北部滿山都係茶葉，面積超過2000公頃案發，家家戶戶都有種茶。走嚟過後，再嗰高本人工公司來加工生產，茶廠嘅地位一定重要。北部老街巷兩棟當排頭嘅鐘樓式建築，就係姜亞線鐘樓，係1946年起嘅，2013年就起好。除了係烏蝦之外，也係姜亞線招待貴賓嘅素材，見證嚟茶葉發展嘅歷史。海天兄，有你3700。千里葡萄協會舉辦嘅茶劍之旅，規劃嚟對種茶、摘茶、開茶、做茶、製茶同賣茶，一系列嘅路線，為嚟參加嘅人都做啲打幫種植細路，來深入了解北部客家莊嘅茶產業故事。好了解這些大廠商當初是怎麼出口到世界各地，希望大家可以走上這段長知識路，了解一下我們前人跟世界接軌的這條道路。今天的飛鳳古道是重頭戲，因為這邊是北埔過來，橫山過來，關西那邊，他們挑完也要再走回來，對，所以這是一個最主要的茶葉的集散的道路，對，我們稱它叫茶葉高速公路啦，這樣子，對對，就是這裡是最快的。沿着個途來到新竹景點嘅路了行，嗰介紹向山道行，一直到茶歌45地高，就看到一棟老式嘅風磚老屋嘅，兩位係王府火風講下通，住邊方正片當地嘅分享上走也深度嘅茶葉好光景，再嚟就睇睇橋下行上兩條茶劍之路。大概將近快120的，哇！好，是假？是真的。好，為什麼？因為
大人加小孩子，还有我们这边要请长工。哦，好，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环山的这样绕一圈，几乎都是皇家的产业，当时都是种茶。哦，种茶之后，所以要请工人来啊，请工人来干嘛？帮忙来收草。哦，客家话收臭啊。哦，收臭啊，检查啊，该得。在那度树那点点，一条连接宫殿老关系嘅路，唔单唱系岔路，咪系一条连营之路。他们运茶都在这一条，这一条对于我们这边人来讲，我都常常叫这一条叫做联姻的道路。结婚关心琼林，嫁娶都走这里。对，嫁娶都走这里。那我们家的金伯哦，叔婆他们啊，还有我自己的奶奶都是关西人。坐轿子。有坐轿子，我叔婆有坐轿子。我妈妈从五峰嫁进来也有坐轿子。虽係講新度嘅生活仍歸係當辛苦，唔過山下嘅啲又會係撈每個嫁到山空氣咯。關西很繁榮，你們等下去的時候就講關西那麼開闊的土地，對不對？富饒，酒家林立，不是，有那個石店子老街。哦，然後呢，有這麼多的商店在那邊，為什麼那些人願意把自己的女兒嫁到這邊山裡頭？是有農產價值。不是，是表示這邊的人，那個公子哥是大戶人家，有錢，才會願意。像政權這樣。沒有。當時路路很彩，故事從漢族的技術講下去。沿途也有很多蛮不錯的文化遺址，這樣子像這裡的黃屋火房屋，然後那個當年因為茶路走了之後，先人也都會利用這些道路來走，對，所以賴和也來走過，對，那江少主在上面建了涼亭，就是為了讓來往的過路客可以做休息。对啊，这些都是200年下来累積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子旁边这样直接撕开来，有干脆的，这样就很干净。哦，这样就可以吃，酸酸的。你要嘛改？火炭母草。火炭母草，老师嘛是改干炸，从干炸蒜。这小时候我们常吃这个。这边杂木啊，然后这些树枝啊，这些全部有。哎，这个嘛，不是鸟的。对。路路歸路嘅生態豐富，也看得到上族嘅產業生活融合。啊，這邊也是很特別的，他的是江家人，他帶他們遠，他耕地在這邊，那他可能每天來這邊奉茶嘛。所以呢，他就請了這邊的葉姓地主，啊，他的佃農，啊，然後請他們就是我地給你耕，但是你們每天要上來把它換茶，啊，因為剛才可以看到嘛，從上面下來走上來，如果要重重的，對不對？挑着過來。早期第2嘅兩件項都係從上嘅產業道路，啲路口嘅素材，地主都會搶鐵路，是奉茶嘅素材。因为沿路有茶亭、奉茶站，所以早期的耆老都讲茶亭路。但是，台湾的茶亭路太多了，所以在2000年，就黄觉全老师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为了要区别，所以我们以飞凤山系为命名，所以叫飞凤古道。对，所以我们现在叫飞凤古道，也是当时的官路。大家走路小心，因为下坡会滑，大家踩稳。不想走可以用滚的。先示范一下。有看过穿山甲吗？繼續航向關係，確實是係客家歸路嘅冇馬經，唔過行領，這張畫面是按你對焦，冉看得到這隻了個，這個太過巴黎是讓貴族孫，天個騎上到呢。出行前去老記大嘴鼓，也按照張之細路，日左按照老茶廳路。老茶廳路行嘅，那鄭成功時代就有。大英鄧小行那條路，鄧小行，咁我哋從亞窩子打聽亞窩汽車，喺嗰邊就聽嗰邊窩汽車，冇那條路。
没摸因行两条路，也是做了有20-30户人家，是俩屋和对面街屋，今日半墙墙，对面街屋村落拍死啥。我个娘家个肩膀，是嫁来俩妹，都30岁是离开的呀。都30岁就离开了呀？是离开了山大，是去都市的。哦，你嫁来的时阵几多岁？我20岁嫁来。我哋贵人喺家母，嗰2歲幾多年前，我喺家母是買2萬，20歲個下。雖然已經搬到都市時代，不過上下個還係會轉到山紅來看啊。芒果開路嘅時節，你哋種了啲果子啊，種茶，我用辦。用開啊，係啊，開過嗰邊有2行有茶工廠，3行咪有茶工廠，我就開到太平橋，因為我嚟樹啊是在工廠裡買。舊土對我來講吼，當神奇，因為我跳過係大帕沙頓，我就是大學孫，該關係也平，因為佢山紅跳過種茶，吼種柑啊，所以佢前當然學開淡出來，所以我對也行路也件事情，行舊土也件事情，又做得讓前島的老人家大嘴久。啊，就起到也文化，客家人的文化吼，是动声音。那从去年开始，我就带队从这个关西这边出发，然后沿着这个飞凤古道，然后来到这个9站头。那其实就是跟我们这次行程的路线是差不多，但是就是我们并没有就是跟当地人其实有太多互动，然后也没有说有这样子一个主题，一个茶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就是。这次就是真的收获很多。50年代末期开始又在做的就做煎茶，因为当时日本人缺煎茶，找我们代工，所以我们待会看到设备其实60年代做煎茶的设备。來到關西嘅風茶工廠，都好多到茶廠地嘅做茶。面頭前看到嘅係尖槍嘅茶槍，皮到嘅都係清香味。20年來，經過了廿擺大環境嘅衝擊，呢間風茶工廠也經過廿擺轉型，捱過特別嘅考驗。民國30年，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台灣的茶出不去到歐美了，所以留了很多紅茶。那這段期間，我們要成果怎麼做？就是請日本人帶我們去東北，大陸東北賣包種茶，因為當時東北在日本掌控之下，滿洲國，啊，所以我們在2戰的後半段主要是賣包種茶，但是紅茶還是繼續生產嘛，所以累積了很多紅茶的量，所以才在戰後有時間可以外銷到歐洲。為什麼會很多枝啊？茶廠第6個展期入冬到嘅鐵石板，除係上晝關西風茶，是賣到全世界60兩隻國家，80兩隻國口嘅知名。一個是什麼？上面是非洲鄧林，下面是長頸鹿，啊，他就希望我們把這個圖把它畫到茶箱上。所以設計是你們設計的？沒有，他們畫好傳過來，我們就幫他刻出來，然後畫在茶箱上。這樣子傳到港口的時候呢，他們就知道，知道說，要搬哪一個東西，他只要給工人看這個圖就可以了。這個多久了？這一個應該是在民國30幾年。上晝國會國口辦人工應喊出事，接收為下茶貨，部門隔離土，佢哋需群土，處地為辦嚟隻小哥。兩貴標嘅鐵石板，除記留下關西嘅茶，是賣到世界內國去。老街當然嘅工件做幾好，看到人都會下。總之，細路紅嘅產業故事，冚唪唥結束，我繼續講。